三伏天菜地里面浇水有5不浇啊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K。埃蒙顿这边呢已经进入热浪期了，从7月开始。最近我们浇水呢有5种水呢，我们是不浇的。第一，不浇中午水。中午的时候呢，日照最为充足，把水浇在土壤上面，很快呢蒸发掉，把水滴留在叶片上面呢，一不小心就把叶片给灼烧掉。夏季的时候呢，不要在中午的时候到菜地去观摩啊，你通常会看到萎蔫的叶片，忍不住伸手要浇水了。其实这是植株自我保护的一个措施，你要等到晚上的时候，温度下降的时候再去看，你会看见它的叶片又重新打开了。白天受热做出反应，再在晚上的时候又恢复原样的这个植株呢，它其实在回应这个高温，是热使得它有这个应激的反应，并不是因为缺水，所以不要给它加水哦。第二，不要浇晚上水。晚上浇水，植株通常不能够在夜幕降临之前变干，那水分呢就会留在叶片上面，容易引起真菌。若是停留在根部，也容易使得根部腐烂，也会吸引来很多的害虫，像鼻涕虫和蕨藪就会在叶间出没，啃食我们的叶片哦。第三，不要一开水龙头就浇水。夏季的时候，因为每天都会使用到这个水龙头来浇水啊，我们就很随意的把它放在户外。在上一次用完水之后呢，通常水管上面都会存留很多的水在当中，经过日晒，很容易就变得非常的烫。在我们打开水龙头的那一刻，这些热水就会喷涌而出，直接淋在土壤上面呢，是会烧到我们这些植株的根部的。所以不要一打开水龙头就浇水，先让这个水流出一部分，你感觉到那个水温回到正常。通常加拿大的水呢会偏冷一点点，那时候你就可以来进行浇水。第四，不要进行分次浇水。夏天的时候，我们想着天气炎热嘛，我们可以少量多次来浇水，这个是不恰当的。当我们每一次只浇一点点的时候，只停留在土壤的表层，水分是没有渗透到土壤当中去的，那个地方呢反而才是根部吸收水分的地方。那表层是用来干嘛呢？其实在白天的时候，通常日晒之后就蒸发掉了，并没有让我们土壤吸收到水分和养分。我们要做的是一次浇透。什么叫浇透呢？在我每次浇完水之后呢，我就用个手指或者是一个竹签插进去土壤当中，如果在8厘米那个地方还感觉到湿润的话，那么我就认为它是足够的了。盆栽植株浇水也是同样要一次浇透哦，不要没事跑去浇一浇哦。盆栽的土壤渗水性一般比较差，一次浇足够水呢，可能会触碰到叶片。小 K 通常呢，在一个时间里面分次浇到不同的桶里面，就是从第1个桶一直浇到第10个桶，每一个桶都浇一点点，然后再回到第1个桶浇到第10个桶去。这样子做呢，水分是给足了，然后叶片没那么容易触碰到这个水，引起这个感染。第5呢，就是不要加肥料水啊。我们很爱惜我们自己种的这些蔬菜瓜果啊，当我们看到它生长缓慢或者是叶片萎蔫的时候呢，我们会心急，就会想要添肥加肥料。那又想着夏天最好加肥的方法就是加水肥，这个是非常危险的。在高温的情况下，什么是高温呢？就是32度或以上，我们就叫它高温。植株呢，它是进入一个半休眠的状态，意思说它养分的需求是非常少的。若是在这个时候我们给它浇水肥，这个肥料就会停留在根部的周边，那么就会把它的根部烧掉。所以在热浪期间呢，我们要注重的是浇水，不是加肥，千万不要去加肥哦。那什么时候浇水是最好呢？以埃蒙顿为例早晨日出呢是在5点15分，日落大概在9点45分。最佳的浇水时间会在早晨5点到9点。我们要先给向东面的植株来浇水，因为早晨日出在东嘛，慢慢的往向西的这些植株来浇水。通常到10点半左右，阳光就会照射在我们整个菜地当中了。如此一来，水分就不会被阳光给蒸发掉，有足够的时间停留在土壤当中。意思说，我们的根部有足够的时间去吸收这个水分和养分。如果说你实在没办法那么早起床那么傍晚会是你的另外一个选择。
大约在6点到9点期间来浇水。如此一来呢，就可以避开因为水分停留在土壤当中过久，引起这个根部的腐烂呢，或者停留在叶片上面引起真菌呢，也阻挡了害虫的在夜间啃食我们这些叶片。2024三伏天总共有40天呢，从7月的15到8月的23。那这段时间呢，我们会迎来热浪、极度的高温呢，还有日晒过于充足。那记得要给我们的蔬菜做好避暑的操作。浇水呢是每天都会做的，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。记得刚刚小 K 所讲的5种水不要去浇哦。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那我们下一次再见，拜拜。